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张明，你这个月第7次请丧假了。李经理拍着桌子，声音在整个办公区回荡。经理，我真的……张明低着头，手里紧握着请假条。真的什么？你家亲戚是不是死没完了？1个月7次，你当我们公司是慈善机构？李经理的脸涨得通红。别以为编个理由就能偷懒，周围的同事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办公室里静得只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。张明的肩膀在轻微颤抖。我没有撒谎，经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没撒谎？那你告诉我，这次又是谁死了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张明今年28岁，在华盛科技公司工作了整整3年。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个踏实肯干的人，从不迟到早退，项目从来不拖后腿。程序开发部的老王经常说，小张这孩子心眼实，活干得漂亮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从上个月开始突然变了。第1次请假是在月初，张明拿着请假条走进李经理办公室，说家里长辈去世了，需要请假3天回老家奔丧。李经理当时没多想，直接签字批准了。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，这种事谁也不愿意遇上，节哀顺变，家里的事要紧。李经理当时还安慰了2句。张明点点头，收起请假条就走了。3天后，张明准时回来上班，神色有些疲惫，但工作状态很正常。大家也没多问，只是偶尔关心几句。可没想到1周后，张明又来请假了。经理，我又要请假。张明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有些犹豫。怎么了？李经理抬起头。我舅舅突然走了，家里让我回去帮忙。李经理皱了皱眉，但还是签了字。丧事这种事确实说不准。第3次是在月中，这次张明说是表哥车祸去世。第4次他说是姨妈病逝。第5次是堂弟意外身亡。第6次是叔叔突发心梗。到了第7次，连向来好脾气的李经理都忍不住了，办公室里的议论声也越来越大。你们说，张明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财务部的小刘压低声音说，1个月死7个亲戚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技术部的小赵摇摇头，会不会是家族遗传病？有人猜测，遗传病也不至于这么密集啊，我觉得他是在撒谎。设计部的小陈直接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想法，肯定是编理由偷懒。这话很快传到了李经理耳朵里。李经理开始留意张明的一举一动，他发现张明每次请假回来确实看起来很疲惫，衣服上偶尔还有些异味，像是去过什么不干净的地方。而且张明请假期间手机基本关机，根本联系不上，这让李经理更加怀疑，如果真是奔丧，为什么手机要关机？李经理心里嘀咕。人事部的小王也找过李经理，经理，按照公司规定，丧假1年不能超过15天，张明这个月就已经请了21天了。小王拿着考勤记录，而且按理说丧假需要提供死亡证明，但张明一次都没有提供过。李经理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他决定再观察观察。李经理叫李建国，今年45岁，在华盛科技当了8年的部门经理。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公私分明，对事不对人。在他看来，公司的规章制度就是底线，不能因为任何私人感情而妥协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，这是我的原则，这是李经理常说的话。正因为这样，员工们既敬重他，
又有些怕他。面对张明频繁请假的情况，李经理的心情很复杂。从人情角度讲，他理解员工遇到家庭变故的难处，自己也是有父母、有家庭的人，能体会那种痛苦。但从管理角度讲，张明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部门的工作进度，其他员工也开始有怨言，不能因为同情一个人，就对其他员工不公平。李经理这样想，他开始暗中调查。第一步，他查看了张明的人事档案，档案显示张明是本地人，父母健在，没有兄弟姐妹。档案上的紧急联系人是他的父亲，这让李经理更加疑惑。既然是独生子，哪来那么多亲戚？第二步，他让人事部门联系了张明档案上的紧急联系人。人事小王回来汇报说，张明父亲说，家里最近确实有些事，但具体什么事他不愿意多说，只是让我们理解一下。理解什么？李经理追问。他没说清楚，就说让我们相信张明不是那种撒谎的人。李经理觉得这个回答很奇怪，如果真的是正常的丧事，为什么不能明说？第三步，他让门卫老张留意张明上下班的情况。门卫老张观察了几天，发现张明请假的那些日子确实没有来公司，而且每次休假回来上班都是早上很早就到了，好像一夜没睡似的。小张那孩子每次回来都是一身疲惫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老张这样跟李经理汇报，这让李经理更加困惑了。如果是撒谎，演技未免太好了，但如果是真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巧合？第四步，李经理决定亲自跟踪。上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，张明又请假了，这次他说是远房表姐去世。李经理开车跟在张明后面，想看看他到底去了哪里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。张明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市殡仪馆。李经理远远地看着张明在殡仪馆停车场待了很久，期间有几个陌生人跟他说话，看起来像是在商量什么事情。难道他真的是去参加葬礼？李经理心想。但让他更加困惑的是，张明在殡仪馆待到了很晚，直到晚上快10点才离开。一般的葬礼哪有这么长时间？李经理跟踪到这里就放弃了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。但这次跟踪的结果让他对张明的情况更加摸不着头脑。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本月的第7次请假。那是一个周三的上午，公司正忙着一个重要项目的上线准备工作。张明负责的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就在关键时刻，张明又拿着请假条来了。经理，我需要请假3天。张明站在李经理办公室门口，声音很轻。李经理正盯着电脑屏幕，头也没抬。又怎么了？我外公去世了。李经理的手停在了键盘上，他缓缓抬起头，看着张明。外公？是的。张明点点头。你上个月不是说你外公已经去世3年了吗？李经理这话一出，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，张明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我说的是外公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舅爷爷。舅爷爷。李经理站起身来。张明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经理，我没有撒谎。张明的声音开始颤抖。没撒谎。李经理的声音越来越大。你1个月请了7次丧假，死了7个亲戚，你告诉我这不是撒谎。外面的同事们听到动静，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竖起耳朵听着。我真的没有撒谎。张明急了。我可以发誓。发誓有什么用？李经理彻底怒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频繁请假，项目进度拖了多少？
你知不知道其他同事为了给你擦屁股，加了多少班？张明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说话啊！李经理拍着桌子，你还有什么理由？我真的有苦衷。张明的眼睛红了。苦衷？什么苦衷？李经理冷笑，是家里开了殡仪馆，每天都有人死，还是你专门负责给人办丧事？这话说得很重。张明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经理，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解释？解释什么？李经理打断了他。解释你是怎么编造理由的，解释你是怎么骗公司的。办公室外面，同事们交头接耳。看吧，我就说他是在撒谎。1个月死7个人，谁信啊？太过分了，把我们都当傻子。这种人就应该开除。张明听到了外面的议论声，脸色更加苍白了。经理，我知道我这样请假确实给公司造成了困扰，但我真的有不得已的理由。张明声音哽咽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慢慢跟您解释？机会？李经理彻底失去了耐心。我已经给了你太多机会，你一次次地欺骗我，欺骗公司，现在还想要机会？我没有欺骗任何人。张明突然提高了声音，我请的每一次假都是真的，真的。李经理怒极反笑。那好，你现在就给我证明，拿出死亡证明来。张明愣住了。我拿不出来吧？李经理冷冷地说。张明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如果你再敢编造理由请假，我立刻让人事部门开除你。不要！张明急了。经理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相信你。李经理指着门口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要么拿出证据证明你没有撒谎，要么就准备收拾东西走人。张明含着眼泪慢慢退出了办公室。他走后，李经理重重地坐回椅子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作为管理者，他觉得自己做的没错，但看到张明那绝望的眼神，他心里又有些不忍。但不管怎样，原则就是原则，他对自己说。下午的时候，张明没有来上班，第2天他也没有来。第3天上午，李经理正准备让人事部门联系张明，让他要么销假上班，要么办理离职手续。就在这时，人事部的小王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办公室。就在李经理准备对张明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，人事部小王匆匆跑进办公室。经理，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。小王的脸色很难看。什么电话？李经理不耐烦地问。是关于张明的。来电人说。小王欲言又止，看了看周围的同事，有话直说。对方说，如果我们再不理解张明的情况，他们就要联系媒体了。小王压低声音，他们说，我们对张明的做法可能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负面典型。李经理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负面典型？小王拿出一张纸条，这是对方留下的联系方式，说如果我们想了解真相，就主动联系他们。经理，我总觉得这件事不简单。李经理接过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码，署名是志愿者协会。志愿者协会，这跟张明有什么关系？李经理更加困惑了。对方还说，小王继续汇报，张明的情况如果被媒体报道出去，对我们公司的形象会造成很大损害。他们建议我们先了解清楚真相，再做决定。什么真相？他们到底想说什么？小王摇摇头，对方没有明说，只是反复强调，我们误解了张明，误解得很深。李经理握着纸条，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李经理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拨通了电话。你好，是志愿者协会吗？你好，您是华盛科技的李经理吧？我是协会的负责人王志远。
对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带着一种让人不安的严肃。是的，听说您那边有关于我们员工张明的情况，想要说明。李经理，在说明之前，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：您了解张明这一个月来请假的真实原因吗？他说是家里有亲戚去世。李经理如实回答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李经理，张明确实没有撒谎，这一个月来确实有7个人去世了，但他们不是张明的亲戚。不是亲戚，那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人，孤寡老人、流浪汉，还有一些生前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，但没有家属协助处理后事的人。李经理的心咯噔一下。您的意思是，张明是我们协会的志愿者，专门负责协助这些人处理身后事，从联系医院、办理手续，到参加告别仪式、协助火化，整个过程都需要有人陪同。李经理握着电话的手开始颤抖。这个月特别集中，是因为冬天刚过，很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和流浪者在严寒中离世，医院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忙不过来，需要志愿者协助。那为什么张明不说实话？您觉得他敢说实话吗？王志远的声音带着一丝苦涩。如果他说我要请假去给陌生的死者办丧事，您会批准吗？李经理哑口无言。而且这种工作本身就很敏感，很多人对死亡有忌讳，对参与这种活动的人也会有偏见。张明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也是为了不给公司带来麻烦。可是他说的那些亲戚都是编的。王志远直截了当地说，他不得不编造这些理由，因为现实中很少有人能理解这种工作的意义。李经理的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李经理，您知道张明这一个月都做了什么吗？您说，第一次请假是协助处理一位78岁孤寡老人的身后事。老人生前是环卫工人，没有子女，死在了自己的出租屋里。张明从联系殡仪馆到参加告别仪式，陪伴了整整3天。李经理的心开始发紧。第二次请假是为一位流浪汉办丧事，那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冻死了，身上连个身份证都没有。张明协助警察确认了身份，联系了殡仪馆，还自己掏钱买了花圈。第3次请假是协助处理一位癌症患者的遗体捐献事宜，患者生前签署了捐献协议，但家属不配合。张明花了整整2天时间协调，最终让患者的遗愿得以实现。李经理的手心开始出汗。第4次、第5次、第6次，王志远的声音越来越沉重。每一次都是真实的生命，每一次都需要有人去承担这份责任。那第7次呢？李经理问。第7次最特殊。王志远顿了顿，是一位90岁的老军人。老人家生前一直想找到当年一起参军的战友，但直到去世都没有如愿。张明陪着老人的最后一程，还帮忙联系了当地的退伍军人协会，让老人得到了应有的荣誉。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长叹。李经理，您现在明白了吗？张明这一个月来处理的不是什么虚构的亲戚丧事，而是7个真实存在但被社会忽视的生命的最后尊严。李经理的眼眶湿润了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善良。王志远的回答很简单，在我们协会，像张明这样的志愿者不多，这项工作又脏又累，还经常遇到各种困难，但总要有人去做。您刚才说，如果这件事被媒体报道，会让您的公司很难堪。王志远说，想象一下这样的新闻标题：善良员工默默行善，被公司误解怒斥。
经理当众羞辱志愿者，您觉得对公司形象会有什么影响？李经理的脸涨得通红。李经理，我联系您不是为了威胁，而是希望您能理解张明的处境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我该怎么办？首先，相信他；其次，支持他；最后，如果可能的话，给他一些鼓励。挂掉电话后，李经理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他想起了张明每次请假回来时的疲惫，想起了他眼中的红血丝，想起了他身上偶尔的异味。原来那不是撒谎的心虚，而是善行的疲惫。原来那不是做贼心虚的恐惧，而是面对死亡的沉重。原来那不是去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而是去陪伴那些最孤独的生命走完最后一程。李经理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张明的号码。张明，是我，李经理。经理，张明的声音很虚弱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医院。医院？你怎么了？李经理一惊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这几天太累了，有点发烧。李经理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。你在哪家医院？我过去看你。不用了，经理，我是不是要被开除了？李经理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不会的，永远不会。张明，我为我之前的行为向你道歉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张明，我知道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李经理的声音哽咽了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经理，您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了，你这1个月来真正在做什么。我知道了，那些不是你的亲戚，但他们确实需要有人为他们送行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。电话那头传来了轻微的抽泣声。张明，你现在好好休息，等你身体好了就回来上班，公司永远欢迎你。可是我撒了谎。你没有撒谎。李经理坚决地说，你只是用了一种我们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更伟大的真相。3天后，张明回到了公司。李经理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当众为自己的行为向张明道歉。我误解了张明，误解了一个善良的人。李经理站在台上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张明这1个月来请假的原因确实是处理丧事，但不是他的亲戚，而是一些需要帮助的陌生人。台下的员工们面面相觑。张明是市志愿者协会的成员，专门协助那些孤寡老人和无家属的去世者处理身后事。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，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。掌声响起，从零星的几声变成了热烈的掌声。公司决定，今后对于参与此类志愿服务活动的员工给予特殊假期支持，同时公司将设立张明志愿服务奖，用于表彰和支持员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。掌声更加热烈了。张明站在台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会后，很多同事主动找到张明，表达歉意和敬意。张明，对不起，我之前误解了你。设计部的小陈主动伸出手。没关系，我理解大家的想法。张明握住他的手。你做的这些事真的很了不起。财务部的小刘说，我们都很佩服你。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就是做了应该做的事。张明有些不好意思。从那以后，张明继续从事着志愿服务工作，但公司给了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。每当他需要请假去协助处理这类事务时，不需要编造任何理由，只要如实说明情况即可。李经理也因为这件事对管理有了新的认识。他意识到，作为管理者，不仅要维护制度的严肃性，更要关注员工的真实需求和动机。有时候，一个看似违反规定的行为背后，可能隐藏着更高尚的品德和更重要的社会价值。
几个月后，公司还组织了员工参观志愿者协会的活动，大家亲眼看到了张明和其他志愿者们的工作环境，对这项工作有了更直观的了解。原来这项工作这么辛苦，有同事感慨：是啊，又脏又累，还经常要面对各种突发情况，最重要的是心理压力，经常面对死亡，一般人真的承受不了。张明真的很了不起。在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中，李经理也参与了进来，他亲身体验了张明平时的工作，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项工作的意义。张明，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实话。李经理在回来的路上对张明说，这确实是一项很难被理解的工作。是的，很多人对死亡有天然的恐惧和忌讳，对参与这种活动的人也会有偏见。张明说，我当时编造那些理由，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公司，不想让公司因为我的特殊工作而受到什么影响。可是这样对你不公平。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。张明摇摇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承担，我选择做这项工作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李经理被张明的话深深触动了，这件事还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。不过，报道的角度是正面的，重点宣传了张明的善行和公司对员工公益活动的支持。华盛科技用理解温暖善良的心，这是其中一篇报道的标题。文章详细介绍了张明的志愿服务经历，以及公司从误解到理解，从指责到支持的转变过程。很多读者看了报道后都很感动，纷纷点赞和转发。这样的员工值得尊敬，这样的公司值得信赖。善良的人应该得到善意的对待。也有一些企业看到报道后，主动联系志愿者协会，表示愿意为员工参与类似活动提供支持。张明的经历给我们很多启发。一家公司的人事总监说，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员工请假对工作的影响，更要关注他们请假的真实原因和背后的品格。志愿者协会的王志远也很欣慰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善良的志愿者因为工作而受到误解和伤害。他说，张明的经历说明，只要我们耐心沟通，大多数人还是能够理解和支持的。现在，张明依然在华盛科技工作，依然参与志愿服务活动。不同的是，他不再需要编造任何理由，可以光明正大地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最后的陪伴。而李经理也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很多，成为了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管理者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还有很多像张明这样的无名英雄，默默地为社会的温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他们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善行而遇到误解和困难，但这些都不能阻挡他们继续前行的脚步。而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，都应该多一些理解，多一些包容，多一些对善良的支持。因为这个世界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善良的人，才变得更加温暖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